上回说到，湘北陵南的比赛进入白热化，下半场后大家都进入了状态。陵南队长于柱因为犯规4次被罚下场，湘北获得了比赛的优势，很快比分就超过了陵南。原本让人绝望的比赛终于看到了希望，木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。这5个人的球队第一次有了默契，一定能赢，一定能打进全国大赛。樱木这个单细胞生物终于排除杂念，一心投入到比赛中了。心无旁骛的时候，动作变得流畅许多，是时候找福田算账了。樱木拿球与福田对峙，一想到福田之前在空中顶着自己扣篮，樱木就恨得直咬牙，等着瞧吧。陵南之草见有机可乘，立即围攻上去，和福田一起夹击樱木。宫城大声呼唤樱木传球，樱木一心想要在福田面前得分，好羞辱他一番，只可惜被两人包夹，没有机会。于是他高高跳起，瞅准机会将球抛给宫城，本以为宫城会传回来，不料球到了宫城这里，停都没停，又到了流川枫手里。流川枫拿球，一个流畅的上篮，再得2分。樱木差点崩溃，我本将心想得分，奈何总是做绿叶，这口气老子咽不下。生活不易，仙道叹气。一看到整支队伍除了自己，其他人都被流川枫玩得溜溜转，仙道就倍感绝望。湘北陵南的比分拉开了，这一下陵南要陷入苦战了。海南高头教练将目光投向田港，这老大哥还真能沉住气。这时候一个叫暂停，打断湘北的锐气，现在不暂停，胜负可能要提前分出来了。而且就算不叫暂停，你也该让于柱出场了，要不然后面根本没法打，看得人着急。田港只能忍着，于柱忍不了，主动请求出场。眼看着湘北完全主宰了篮板，陵南的人想插都插不进去，于柱希望立即上场缓解陵南的燃眉之急。田港摇摇头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最后5分钟你再上场也不迟，耐心等待吧。于柱的眼角抽搐一下，没再说什么，只能回到座位上扯着嗓子加油。现在距离自己上场还有4分钟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仙道身上了。流川枫一头未进，于柱大吼一声：“福田关平抢篮板！”樱木笑了，在我面前抢篮板想多了。樱木将福田死死卡在身后，低声嘲讽一句：“阿福，我已经赢你了。”接着樱木一声怒吼，稳稳地把篮板球拿在手里。抢篮板有多帅，投篮就有多狼狈。樱木一投不进，再抢再投，还是不进，又抢了一球。福田看呆了，这家伙又在刷篮板数据了。樱木第3次出手，仙道突然出现，给了他一个拍苍蝇，陵南反攻。赤木大骂樱木是个2-5仔，这么好的得分机会白白浪费。仙道飞奔到篮下，持球左右晃了晃，三井看出端倪，是假动作，赤木直接正面起跳。原来仙道想假意传球，趁机投篮，赤木跳起来正好封盖了仙道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三井和赤木的球场经验让他们识破了仙道的计谋。挫败仙道1球比投进2个球都让人高兴，因为这相当于狠狠打击了陵南的士气。湘北这边欢呼声一片，于柱再次请求田港教练让自己出场，但田港却稳如泰山，坚持让于柱在最后5分钟再出手。如果你被罚下了怎么办？必须等到最后5分钟。湘北有许多不稳定因素，只是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而已。你放心，胜利的天平会倾向我们的。于柱将信将疑，回到座位上继续观看比赛。宫城再次出手抢断，这小子速度太快了。新上场那个名叫管平的中锋看起来有点蠢，宫城直接将球给了篮下的赤木，赤木单打了管平1球，拿到2分。这个中锋是没办法和赤木抗衡的，二人实力相差太多。于柱坐立不安，湘北频繁得手。仙道让福田放弃防守樱木，与管平一起在篮下盯死赤木。看来现在湘北以赤木为得分的中心了。福田应了一声，赶到篮下。赤木太强了，就算是这俩小子捆在一起，也很难看住赤木。赤木转身绕开2人，篮下投篮得分。大猩猩打得越来越顺手，一般人恐怕防不住他了。以赤木目前的素质，足以列入全国的第1流。前些年湘北没有好的队员，赤木一直一个人默默坚持，被埋没了好久。今年有流川枫等人加入，赤木打进全国大赛可谓势在必得。陵南被逼无奈，派出3人包夹赤木，这样一来，三井这边就出现了空位。赤木将球给了三井，三井传给樱木，樱木使出庶民上篮，进球得分。湘北以59比46的分数甩开陵南10多分。现在的湘北已经不是赤木一个人的个人战队了，打败赤木就可以打败湘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外部有神投手三井，流川枫全场支援，不分位置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出手。还有宫城这种可以快速传球，自己还能得分的控球后卫。篮下有公认篮板王初学者樱木的支援，就像安西教练曾经说的，你们是最强的。看来安西教练早有预料，当5个人发挥各自的本领的时候，湘北就会成为最强的队伍。陵南拿球，宫城再次抢断，
田刚教练终于忍不下去了，猛地站起身：“鱼柱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一直叫你忍耐下去，现在我决定派你出场。”哨声响起，鱼柱登场了。仙道松了一口气，如果鱼柱再晚1分钟回到球场的话，湘北的江山可能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仙道也很疲倦，进入下半场后，一直由仙道稳定球队军心。仙道光是对付流川枫就已经很累了，还要打各个位置，整个球队的压力都落在自己身上，再差一点，仙道就被那股压力给打垮了。本以为鱼柱上场会扭转形势，结果陵南的球又被宫城给截了。宫城、流川枫、樱木迅速反攻，仙道守到篮下，宫城瞥了仙道一眼，1打1掠过仙道上篮得分。仙道表示我太难了。时间还剩下不到6分钟，宫城进的这个球给陵南带来了不小打击，主要是因为鱼柱还在场上，宫城顶着仙道进的球。陵南本以为鱼柱上场会稳住局面，结果还是丢球了，真是雪上加霜。无论是球队还是自己都没有退路了。凭借着这个认知，使得鱼柱的注意力前所未有的集中起来。鱼柱很紧张，篮下带球对打赤木，木木突然喊了一嗓子：“快打！”天刚差点从椅子上跳下来，鱼柱再犯规就罚下了。众人不安地看向裁判，裁判摇了摇头。鱼柱攻势不减，在场的人表示非常意外，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犯规4次了？三井呼唤樱木赶快骗鱼柱犯规，这样这家伙就会被午饭罚下，成为全日本最大的呆子。三井说这话根本用意就是在扰乱鱼柱，让他不敢与赤木硬刚。但鱼柱表示根本没在慌的，如果鱼柱是那种紧要关头会被罚下的傻瓜，他又当不上陵南4号球员了。那个家伙已经摸到裁判的底线了，刚刚裁判没有吹哨，所以不算犯规，证明以裁判的观点来看，这种程度的冲撞是合理的。现在没判，下面也不会判。鱼柱大概摸到了裁判的尺度在哪里，这就是老道。赤木身高197公分，重90公斤，鱼柱身高202公分，重90，二人体型差不多，丑的程度也差不多，但是鱼柱的评价一直没有赤木好。最初的时候，鱼柱比赤木先出名，1年前的练习赛，赤木突然名声大振，鱼柱在他面前完全被压制住。从此以后，外界对鱼柱和赤木的评价整个反了过来，鱼柱渐渐被赤木的锋芒盖过去了。最让鱼柱不甘心的是，赤木的身高不如自己，篮下对抗自己却占不到便宜。在赤木那里，对鱼柱有了这样的评价：那个鱼柱除了身高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是鱼柱最讨厌听到的话。每次赤木对他的这句评价回到耳边时，鱼柱就坐立不安。为了打败赤木，鱼柱增强了自己一向讨厌的步伐练习，加重了所有的基本训练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篮下防守的时候不输给赤木。练习赛的时候，赤木全场整整拿了30分，这种天生的得分直觉自己并不具备。但是他最近悟通了一个道理：陵南持球时间仅剩下几秒钟，鱼柱将球给了仙道，仙道又迅速传给福田，福田拿球一个短距离投射，刚好持球时间结束，陵南终于拿到了2分。这就是鱼柱悟出的道理：自己不擅长得分，但是队员里有擅长得分的人，我没必要去抢那30分或者40分，也没有必要去抢着当球队的主角。这个道理之后对湘北赢的比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这一球是鱼柱上场后带领队员第一次得分，目前比分61-48，湘北占据优势。湘北进攻，鱼柱和队员们在篮下铺开了防守阵型。鱼柱进入篮下后，球队的底气都足了，仙道的负担也减轻不少，陵南恢复了原来的阵容。三井和樱木根本不带怕的，陵南太天真了，就算派鱼柱回来也没用，不用再做垂死挣扎了。三井拿球传给了篮下的赤木，赤木对鱼柱，谁才是线内最强中锋？这是所有球队都非常关注的重点。赤木和鱼柱对抗了几下，突然严肃说道：“做个了断吧。”赤木带球硬突，鱼柱又想起那句扎心的话：“那家伙只不过是个子高而已。”鱼柱瞬间燃起斗志，赤木上来瞬间，鱼柱起身给了赤木一个盖火锅。裁判依然没有吹哨，鱼柱再次在犯规边缘疯狂试探得手。湘北进攻，宫城一投不中，鱼柱顶着赤木和樱木2人拿到篮板，湘北迅速回防。樱木气得在心里一直问候侯老大的家人。鱼柱看来是小宇宙爆发了，最佳状态下的赤木和樱木2个人都没抢过他，何等蛮横！陵南因为鱼柱开始有了反攻的气势。青田问阿木：“你觉得哪一队的实力占上风呢？”阿木若有所思：“很难说呀，两边王牌选手都是一样的任性，他们通通都不可靠。仙道和流川枫，看他们谁能给球队带来更高的士气。这俩人在必要的时候都会做出惊人之举。”陵南进攻，仙道将球传给内线鱼柱，接着快速奔跑起来，流川枫紧紧跟上。仙道突然急停，摆脱了流川枫，
鱼柱将球回传，仙道拿球又要投篮，流川枫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假动作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仙道并没有出手。见流川枫没上当，仙道将球又传回内线，自己则飞奔篮下。和鱼柱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鱼柱将球递给仙道，仙道直接上篮。赤木反应过来的时候出手阻挠，但为时已晚，仙道进球得分。赤木犯规，陵南加罚1球。赤木已经犯规3次了，三井、宫城、樱木都已经犯规3次。现在只盼望这几个大咖最后几分钟要挺过去，千万别被罚下了。这就是田冈教练之前说的不安因素。他认定胜利在向陵南靠拢。仙道一罚一中，双方差距还剩下10分。陵南正稳步拉近分数，比赛进入焦灼。陵南这边扯着嗓子喊加油，樱木走过去实力嘲讽一波。你们以为真的能够挽回10分吗？真是大白痴！你们这叫做无意义的抵抗，胜负已定，回家种田吧。流川枫默默说道：“炒个蛋，把丢的分追回来，不就完了？”樱木乖乖回到球场，满脑子都是大败仙道。虽然双方有10分差距，但是有仙道在就不能掉以轻心。三井预感仙道肯定要搞事情，宫城将球传给三井，三井本来有机会出手3分，但此时体力已经到了极限。三井没有贸然出手，回传流川枫的时候被仙道拦截，流川枫追了上去，没想到仙道直接掠过了流川枫，樱木飞奔到篮下，等待仙道送上门来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篮球走来了。樱木大喊：“仙道由我来打败！”仙道临近樱木，一个非常漂亮的转身运球，轻松摆脱了樱木，流畅的就像过马路一样。樱木绝望怒吼，仙道单手扣篮得分，实在是太帅了。有那么几秒钟，观众甚至忘了尖叫。仙道看向流川枫和樱木，伸出2个手指头。这一次我可是一口气过了2人。